孩才14岁，就发现自己突然有了个诡异的能力，只要看了杀人的报纸新闻，他就能清晰地联想出凶手的作案过程。而更诡异的是，他竟然能凭空还原出死者的抛尸现场，甚至通过和同学的聊天，他居然还预感到了一位女同学的被杀。别看卓亚年纪不大，却表现出了一种与同龄人反差极大的成熟感。于是长大之后，他做了一名专门分析犯罪的侧写师，每警方遇到棘手的案件，都会需要他的协助才能捋清线索。这次他刚刚完成了分析任务，居然将217名嫌疑人范围缩小到了13名。鉴于卓亚的突出表现，局长又给了他一个更为棘手的连环杀人案。因为凶手极其变态，竟将尸体做成了艺术雕像，在旅游区展示。卓亚一看就又来了兴致，他找到了一种和凶手斗智斗勇的快感。卓亚被这变态的犯罪手法所吸引，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构建着凶手的信息。就连在回家的电梯里，他看陌生人都像变态的杀人狂，况且对面的男人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此刻的氛围极度紧张，于是他下意识地掏出了防狼喷雾，仿佛凶手随时都会露出一张狰狞的面孔。好在最后一刻，电梯的门突然打开了，随后他在和室友吃饭时，一聊到杀人案，他就越说越兴奋。可下一秒却又突然走神了，他竟幻想到自己成为了凶手的作案目标。此后，这种诡异的怪事就接连不断了。室友告诉他，不知什么人寄给了他一样东西，竟然还错误地邮寄到了旧地址。于是他打开一看，怎么是一条男士的旧领带啊？他又敏感地闻了闻，显然这种怪事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他之前收到的信封已然装满了整个抽屉。可是第二天，他在晨跑时又突然感受到了危险，怎么又被一个黑衣人紧随其后跟踪了呀？紧张的他一边回头看，一边加速向前跑，然后捡起路边的石头停在原地。一旦那个黑衣人靠近，他转身就砸，可没想到对方竟直接从眼前跑了过去。原来只是虚惊一场，他敏感的神经这才稍稍得到了缓解。可是到了夜里，他居然越想越不对劲，紧接着小时候的往事就一幕幕涌上心头。他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这一切好像都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呢？于是他翻出抽屉里的那根领带，然后诡异地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再这样用力一拉，顷刻间，他仿佛在濒死体验中吃惊地看到了凶手。偏偏就在这时，他又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就根本没有说话，却只在电话里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喘息声。然而他的预感可能再一次应验了，因为这一切似乎都源于他手里这个极为变态的杀人案。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只见一个女孩全身赤裸地坐在餐桌前，一旁戴帽衫的男人为她斟了杯红酒，接着将食物送到了她的嘴边。此时此刻，显然恐惧已占据了女孩的内心，竟然和房间里柔美的音乐构成了一种诡异的恐怖。女孩吓得一动不敢动，因为她的手脚都已经被麻绳紧紧绑住。没想到这时男人走出了房间，好像要去调制什么药水。这下女孩见来了机会，便立即用蜡烛烧断了手上的绳子。可她一紧张，摔到地上的声音却恰好被男人听到。就在她试图割断脚上的绳索时，却突然被男人在背后用围巾缠住了脖子。就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失去了她宝贵的生命。于是第二天，警方很快就在河边发现了女孩的尸体。而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圣彼得堡美丽繁华的夜景下，这个凶手整理了一下假鼻子，然后下车走向了路边招揽生意的女孩。没错，又一个年轻女孩在音乐中被凶手杀害了。然而经过防腐处理后，男人竟将女孩做成了人偶，居然还可以摆出任意稀奇古怪的姿势。紧接着下一步，凶手又将女孩放到了车里，男人抱着女孩又来到了海滩。可不巧的是，他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一对散步的情侣，眼看就要被人发现，他便立刻弹出了杀人的水果刀。然而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径直走开了。果不其然，此刻凶手的变态杰作又成为了他展示的艺术品。就是因为如此棘手的案件，警局才找来了痴迷于犯罪分析的侧写师卓亚，然后又调来了特别行动处的墨菲与之配合。然而局长的真实目的却还要墨菲充当他的耳目，随时报告进展。当天晚上，墨菲就在网上对卓亚有了初步了解，爷爷却提醒他，看上去这可是个有趣的女人。隔天他就来到了圣彼得堡报道，然后马上参加了警队的小组会议。原来第一名被害人是一名艺术系学生，由于经过防腐处理而无法判断其被害时间，尸体的皮肤通体呈现出橘色，可唯独左脚已经明显变黑了。法医鉴定认为已经死去超过5天了，死因是被勒住脖子窒息而死。而在他公寓的浴缸里，竟发现了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痕迹。第二位受害者更是离奇的诡异，有人发现他竟然被站着绑在了大桥上，致死原因和第一位如出一辙，只是在一条腿上发现了人体彩绘的痕迹。法医根据肤色判断，两起案件凶手分别使用了不同的防腐剂，并未在尸体上留下任何 DNA 痕迹。更不幸的是，现场没有目击证人，监控录像也不知为何恰好坏了。所幸警方聘请了犯罪心理博士，这才缩小了犯罪嫌疑人的调查范围。然而当墨菲见到这个所谓的博士时，却发现他只是一个善于纸上谈兵的空想家。这样的人对付媒体还行，墨菲要想真正的破案，那博士的理论就根本没有一点用处。只要想着杀手行凶的画面，他就能置身命案的现场，就好像自己变成了被害人，被人从身后死死勒住了脖子，无法呼吸。然而更诡异的是，他竟然凭空还原出了死者的抛尸现场。这就是14岁的卓亚，他总是特别关注报纸上的骇人听闻，和朋友聊天都离不开血腥的杀人话题。他甚至将所有的命案报道都做成了简报，
并确信肯定还会有更多人被杀，而凶手也很可能再次出现于案发现场。因此，他一个人来到了小河边，再次验证了他诡异的能力。可正当他要满意的离开时，竟然真的看见了大树后藏着的黑影。他本以为只是一种潜意识的幻觉，却没想到这时却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修车行的朋友鲁斯兰。卓亚紧张的心情这才稍稍平复下来。然而他接下来的提问却得到了对方无比诡异的回答。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那多疑惑，难道鲁斯兰就是回来欣赏杰作的杀人凶手吗？这个疑惑一直困扰他到了夜里，可他仍旧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恍惚中，他似乎又进入了命案现场。然而这一次，他竟一个人走在了空旷的大街上，可身后却不知何时跟上来一个黑衣人。于是他急忙加快了脚步，不料对方居然也紧跟着跑了起来，并且恐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可他再一回头，却发现人影突然消失不见了。正当他以为自己又出现了幻觉时，黑衣人竟突然捂住了他的嘴，然后用蛮力将他拖进了小树林。眨眼之间，凶手就亮出了作案的水果刀。然而画面一转，被压在身下的人竟突然变成了长大后的自己。怎料此时凶手已然割破了他的伤。原来这都是一场梦啊！痴迷断案的卓亚此刻正坐在去往圣彼得堡的飞机上，他是被这位有非分之想的榜一大哥吵醒了。在打发走典型的渣男后，俄航的飞机也晃晃悠悠地落了地。他终于和连环杀人案的搭档墨菲碰了面，没想到两人刚聊起案情，墨菲就开始不停抱怨这里的狗屁专家，而卓亚也只是在电视上感受过此人的名气。可到了警局的小组会议上，他这才真正领教了专家的扯淡能力。当听到专家说凶手很可能在殡仪馆工作时，卓亚的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他干脆直接反驳道：“那尸体腐烂的脚怎么解释呢？凶手根本就是一个防腐方面的业余爱好者，而他也正在每个受害者身上做实验呢。”没想到战斗民族的女人果然凶猛。可紧接着卓亚竟又反驳了墨菲的提议，他认为凶手不会再返回现场去享受谋杀快感，因为案发处与凶手的幻想没有直接联系，而严防不控就是在浪费警力资源。没想到就在这时，队里又接到了发现第3具尸体的报警电话，于是卓亚跟着墨菲迅速赶到现场。这个被摆成思考者的女孩就即刻映入眼帘了。很快，现场的法医做出初步判定，被害人像其他人一样是被勒死的，因为脖子上还能看见一道深深的血印。可卓亚却注意到，死者手上竟然有一枚戒指，而前2个死者身上却没发现任何珠宝。然后他又根据皮肤上阳光暴晒的痕迹推测，死者应该曾是一位快乐工作者，而高危人群往往是连环杀手的主要作案目标。于是下一秒，卓亚又拜访了圣彼得堡有名的殡仪馆，在他妩媚的微笑和吹捧之下，终于得到了殡仪馆老板的帮助。他心中的诸多不解也得到了答案。原来造成死者腿部的腐烂是因为凶手技术还不过关，他没有耐心去给尸体做血管的按摩，亦或是他操作不规范，搅拌防腐液时不小心漏到了左腿上。另外，凶手还有个彻底的失败，因为为了美观，防腐师就必须要对尸体的嘴部进行缝合，可这具尸体却始终张开了嘴巴。再注意死者的表情，死者看起来似乎非常惊讶，甚至害怕。没过一会儿，通过防腐师的耐心讲解，卓亚也对凶手的犯罪心理有了一定的认识。等回到警局，他得知队长按照他所指的方向，居然很快找到了死者的室友，于是3人迅速展开了调查。最后他们终于发现，第3位死者不吸毒，也很友善，并且几乎和每个认识的人都能相处融洽。然而死者却没有佩戴过戒指，也没有黄色衬衣和棕色圆点裙。另外室友还记得有一个全身都是纹身的家伙，就没有人赶上他的车。到此，案情终于有了一点点进展。卓亚也在夜里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他仿佛又进入了凶手的世界。此人一定在寻找猎物之前，将全身上下都做过一番精心伪装，而凶手杀死的漂亮女孩，经过常年的积累，也已经不计其数。就在这时，卓亚的手机突然来了个信息，他打开屏幕一看，竟然是那个被他气走的犯罪专家。对方还发过来一个紧急制作的视频，内容居然是整个会议的过程，最后还配上了一段换了脸的口播叙述。因为小镇上不断有女孩离奇被杀，卓亚就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从而体会凶手的杀人手法和犯罪心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预感到了同学的死亡。后来在同学的葬礼上，还真就让他锁定了一位犯罪嫌疑人。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急忙跑到同学家上网查资料，因为他发现精神分裂的杀人狂所具有的特征，居然和他喜欢的一个男孩非常相似。这个人就是修车行的鲁斯兰，因为鲁斯兰总是贴心地问他过得怎么样，并且总向他父母索要一些吃的东西，甚至还把房子的钥匙留在了他家里。更值得怀疑的是，鲁斯兰竟然也去了杀人现场，而往往那些变态的连环杀手都会回到犯罪现场去意淫自己的谋杀快感。那时的卓亚越想就越笃定，然而母亲却不想听他这些可怕的想法。又鉴于近期的连环杀人案，只有让他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才最安全。可看到母亲刚一走，他就拿了鲁斯兰留在他家的钥匙，然后见四下无人，竟然偷偷打开了鲁斯兰的家门。因为与其仅仅凭直觉的主观猜测，还不如直接来嫌疑人的家里寻找证据呢。他在这强大好奇心的驱使下，就非要验证一下自己的直觉才行。然而这里看上去就没什么可疑之处，也仅仅是在抽屉里发现了2张人体素描画。可他再向床下一看，却有了新发现，地上怎么还有女人的衣物呢？再拉出床下的一个鞋盒，
却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些金银首饰，而更可疑的却是盒子里还有一条沾满血渍的女性内衣。偏偏就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卓亚急忙把东西放回到原处，紧接着轻手轻脚地向楼下走去。原来是鲁斯兰不知为何提前回家了，这下卓亚可慌了，他想趁着对方换衣服的时机溜出去，却差一点就被发现了。看来楼下的大门是走不了了，他索性溜进了卧室，干脆跑到阳台上去躲一躲。可到了此处，他又发现怎么鲁斯兰又端着咖啡来到后院了呀？还好对方没有抬头看，他这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屋顶，然后顺着屋檐安全跳到了地面上。本以为这样就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脱困，可没想到刚走到门口，他就被恰好出门的鲁斯兰发现了。卓亚心慌得不知所措，竟编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借口搪塞了过去。这时幸好有个邻居阿姨经过，终于打破了此刻这诡异的尴尬局面。他急忙快走2步，头也不回地跟了上去。从此之后，这样的往事竟时常在卓亚的眼前浮现。而如今他遇到的这位变态连环杀手，仿佛也跟他童年那个悬而未决的连环命案竟有着似曾相识的诡异巧合。然而这一次，在城市的不同地点接连发现了女性尸体，并且都做过近乎专业的防腐处理。更诡异的是，死者还被穿上了衣服，还摆出了一个代表某种权力幻想的姿势。那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作案心理呢？殊不知这个头疼的难题一直就困扰着还没有思路的破案3人组。没想到第2天他们就有了突破，队长竟然找到了动物控制和保护部门的数据报告，在过去的2年半时间里，竟有27个关于防腐动物的案例。更为巧合的是，所有死亡动物也都摆出了一种不自然的姿势。难道凶手最初是拿动物做防腐实验吗？因为警方完全不会注意到捕猎者，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测，对于卓亚来说却是个破案的好消息。随后在吃饭的过程中，他又情不自禁地开始通过幻想推理杀人凶手。没想到这一次，他竟然怪异地想象着和墨菲躺在了床上，和对方经过一系列受害者死亡时间的间隔推断，他竟得出了凶手很可能3天内再次作案的结论。此时卓亚突然意识到，下一个被害者很可能仍旧是快乐工作者，可唯独第一位死者却是一名艺术系的学生。现在是时候该找他的同学谈谈了。随后卓亚和墨菲来到了死者的闺蜜家，他们竟然真的在这里有所发现。受害人死前居然还有个曾交往过2个月的前男友，而前男友居然就是这个闺蜜的现男友，并且死者生前正准备换公寓，因为房东就是一个可耻的混蛋。很显然，这些诸多线索扑朔迷离，卓亚又开始幻想死者和这对情侣的可疑关系了。到了当天夜里，他从上千个从事快乐工作的高危人群中筛选出了凶手可能猎杀的下一个目标，然后吩咐助手按照名单逐一打电话。而正如卓亚所料想的一样，此时在圣彼得堡迷人的夜色中，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被车里的男人盯上，她完全符合19到25岁之间的年龄特征，并且全身上下光滑的没有一丁点纹身和穿孔，还独自一人在招揽生意。她显然就是连环杀手的最佳作案目标。就这样，女孩贸然的上了陌生男人的车，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晚就将是她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最后一天。很快车子越开越远，她不由自主的开始担心害怕起来。可当听说还会有更多小费时，看在钱的面子上，她还是动心了。然而就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她已然被凶手是做了又一个防腐处理的作品，就像洋娃娃一样即将成为人体标本。但这一次更突然，凶手二话不说就急着亮出了凶器，紧接着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再用铁链拴起来，还将她的嘴也戴上了刑具。可当凶手正要制作防腐的药水时，却发现原料刚好已经用完了，于是他只好脱去防护服，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开车出去了。没想到就在这时，被绑架女孩包里的电话竟突然响了。他这才意识到了生的希望，他拼命地伸出双脚，竟然真的把手机勾到了自己跟前。幸运的是，这个电话正是来自于警方的逐一排查。然而此时的他却无法说话，只能对着电话发出哼哼的声响。于是墨菲将所有字母按顺序逐个说出，只要拼出绑架地的单词，警方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营救。有了这种方法，他们很快拼出了前3个字母，这边也同时缩小了街道的检索列表。可就当他们在进一步排查地址时，没想到凶手却突然回来了。虽然电话里还在响个不停，然而却只剩下被绑女孩无比绝望的惨叫声。他是一名能感知杀人狂魔的变态侧写师，他不仅拥有假想推理的诡异能力，还能在探查凶手的怪癖中发现蛛丝马迹。此刻他与杀人狂魔从未如此的靠近，他慢慢走向面包车，突然就停住了脚步。车内的凶手已然开始不淡定了，这是一场卓亚和连环杀人犯博弈心理的较量，因为刚刚警方仅差一步之遥，就能锁定被绑女孩的具体位置，只可惜最后还是晚了一步。虽然女孩不幸丧了命，但也给凶手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没有足够的防腐处理时间，他已经急躁的就要疯了，再加上防腐室的地址可能已经暴露，他也只能将尸体转移到车上。谁成想警方已快速封锁了相关路段，更没想到一直追击他的侧写师居然还站到了车前，结果又差那么一点点，两人又完美的擦肩而过。而在接下来的排查中，警方居然没能在他车厢内找到女孩的尸体，凶手就这样淡定的离开了。可那被害的女孩又去了哪里呢？很快时间到了第2天凌晨，警方终于在桥下发现了被杀害的女孩，而看着惨烈的抛尸现场，卓亚又开始不由自主地产生幻想。只见一辆车在他的眼前停住，在
仔细一看，原来是他，怎么是从小就怀疑的杀人凶手鲁斯兰啊？难道如今的变态狂魔和多年前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而更加诡异的是，鲁斯兰竟然还朝着卓亚这边走了过来。而此时的卓亚表面淡定，可内心却已然恐惧到了极点。原来敲车窗的人竟然是搭档墨菲。随后卓亚静静坐到了死者身旁，如今已然可以确信，死者正是那个变态狂魔所杀，而他已经在寻找下一个受害者了。卓亚又感受到了小时候那种不祥的预感，他预感到了女同学的被杀，并且笃定鲁斯兰就是凶手。可当他将推断的一切告诉给警长时，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原来女同学被杀的时间，恰好鲁斯兰有不在场的证人，并且有多达78人可以为他作证，就连警长也和他一起在寻找失踪同学的队伍中。卓亚顿时无语了，可他依旧坚信自己那诡异的直觉。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令他不禁开始怀疑人生了。为了安抚整日提心吊胆的母亲，父亲居然问出了警方基本确认的真凶。此刻的卓亚懵了，怎么是那个懦弱的男同学呀？难道他是被人欺负而起了歹心吗？那又怎会将黑手伸向了不相关的女同学呢？而警长却向父亲给出了解释，凶手每天都像尾巴一样跟着女同学，而最令人发指的是，女孩被发现时不仅全身赤裸，脖子上竟然还系着一条深灰色的领带。从此之后，父亲就再也不相信卓亚的诡异想法了，并叮嘱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镇上的大人们已经组织全体会议要捉拿凶手了，可偏偏就在当晚，当只剩下卓亚和妹妹单独在家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姐妹俩还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可卓亚走出卧室一看，怎么是鲁斯兰鬼鬼祟祟地闯了进来啊？刹那间，全屋的空气都被可怕的恐惧占满了。他慌忙锁上房门，紧接着又冲动地搬了桌子挡在门前。他担心这样还不够保险，又急忙搬倒了书架挡住桌子。此刻的卓亚已经激动至极，可门外的鲁斯兰却只想和善地找他谈谈。但尽管对方不断耐心的解释，可他就是不肯开门。于是无奈之下，鲁斯兰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姐妹俩惊魂还未定，可卓亚听外面已经没了声响。他刚想要开门查看，就突然被一股蛮力撞到了桌下。只见门缝里伸进来一只可怕的黑手，原来鲁斯兰就根本没走。此时的他也显露出了狰狞的面容，并且不断变态的描述作案细节来刺激卓亚。紧接着他就开始疯狂的砸门。卓亚见状，立即打开窗户，大声向邻居呼救。可全镇的大人都已经去抓凶手了呀！但幸运的是，那个年迈的大妈终于听到了声音，并且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而鲁斯兰也已经感觉到了无法得逞，便急匆匆地溜之大吉了。姐妹俩这才松了一口气。没过多久，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原来鲁斯兰当晚就离奇的消失了，还谨慎地清理了家里所有的痕迹，就没有人相信他是个变态的杀人狂，还传言是卓亚的疯狂把他吓跑了。而警方又逮捕了那个可怜的男同学，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匆匆结了案。而卓亚心里却一直有个疑惑，鲁斯兰是如何编造了不在场证明的呢？从此之后，卓亚就开始收到邮寄来的信封，可打开里面的东西一看，竟然就是那条用于杀人的深灰色领带。而如今他收到的领带已经装满了抽屉，这似乎也在无形中揭示着一个定律，难道每一条用于杀人的领带都代表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吗？而同样在祭奠死去女孩的桥头，一位记者也恰好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信封。随后他以粉丝的身份找到了卓亚，并将信封双手奉给他，想以此换取一些连环杀手的最新消息。再加之伪专家恶搞的视频疯传网络，如果不能满足他的小要求，他完全可以用负面报道诋毁卓亚的生命。当卓亚打开记者送来的信封时，他已经猜到是代表凶手杀人成功的领带了。随后在警方的侦破会议上，大家抱怨不停证据排查简直是大海捞针，这时就只能寄希望于卓亚对凶手的分析，可他却仍旧还只是个模糊的性格轮廓。因此警长开始对卓亚的进展感到不满了，于是就草草布置完工作结束了会议。然而在卓亚和墨菲回酒店的路上，他终于说了因不确定而不能在会上提及的往事。如今这个变态狂魔和多年前小镇上的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同样把尸体留在了公共的水岸边。可警方逮捕那个男同学后，他竟然在看守所上吊自杀了，从此杀戮也就停止了。可大条的墨菲却没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两人内心都互有好感，却被这恼人的连环命案搞得兴致全无。于是卓亚喝起了闷酒，他想干脆借着酒劲儿敲开墨菲的房门，可脑海里却又再次浮现出了被杀女孩的形象。而此刻一种危险的自我感知从未如此的强烈。然而没想到下一秒，墨菲竟然主动敲开了他的房门，并带了晚餐和啤酒对今天的冒失表示道歉。当他得知墨菲的爷爷已经失联好几天时，便让对方赶紧回去看一看，因为他认为杀人狂很可能已经躲起来了。同时队长也将两人放到了替补席上，仅仅一天不会改变任何事。
此刻看着迷人的墨菲，卓亚又开始情不自禁的幻想了，也仅仅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第二天，他又试着调出了之前3年的所有谋杀记录，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位21岁的死者，而死因又恰好是被勒死的，并且至今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紧接着他又查到尸体被肢解，作案现场也同样没有留下任何 DNA 样本。如果假设凶手恰好与本案是同一个人，那他一定是在这之后才想到防腐技术的。卓亚想到这儿，就已经在心里有了进一步的计划。于是，在墨菲不在的情况下，他开始了一个人的相关调查。他先是找到了那位21岁女死者的未婚夫，盘问良久后留下了鲁斯兰的照片，接着又找到了本案第一位死者的闺蜜。可女孩正在为男友的夜不归宿而喝闷酒呢。无奈她留下照片后，又去约见了那个勒索她的新闻记者。Я подарю вам эту историю. Обещаю. Но вы не станете ее публиковать, пока я не разрешу. И за мной останется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最后，他搭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当年女同学命案的抛尸现场。在这里，他居然看到了鲁斯兰和女同学一起欢快的骑车。接着再来到海边，他又感知到两人在旁若无人的亲热。然而下一秒，鲁斯兰竟拿出了那个深灰色的领带，紧接着就将一脸惊愕的女同学给杀害了。没想到卓亚刚一转头，竟然就真的看见了鲁斯兰站在了眼前。他立马意识到这不是幻觉。时隔多年，鲁斯兰终于还是来了。卓亚见状拼了命的奔跑，可鲁斯兰却在身后穷追不舍。然而没过多久，他就被对方飞身扑倒在地，紧接着就被按在了身下。变态的鲁斯兰逼迫卓亚来到当年杀人的地点，然后命令他跪下。此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即将在此地葬送了小命。可正当鲁斯兰掏出一条深色领带时，卓亚猛然扑向前方的石块，竟然直接就砰的一下砸了对方的脑袋。可他还想继续还击时，却突然被对方的刀插进了肩膀。此时此刻，双方都已然身受重伤。可战斗民族的女人竟是如此的凶猛啊！她竟然硬生生拔出了插在肩膀的刀，又飞身插向了对方的大腿。卓亚满眼坚毅的凶光仿佛在暗示，不如咱们现在就来个了断吧。而鲁斯兰一看占不到半点便宜，便拖着被扎的腿一瘸一拐逃走了。侧写师卓亚与20年前的杀手拼死一搏，终于死里逃生，被送进了医院。可此刻他的大脑却在飞速的运转，仍旧在复盘着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医院的走廊里，刚休假1天就出了事的调查员墨菲也及时赶回来，守在了门外。好在卓亚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他紧张的神经这才稍稍有所缓解。可他刚坐下就陷入了回忆，在3年前的一次抓捕嫌疑人的任务中，他在情急之下将其击毙，后来居然发现他们抓错了人，这也是他被从一线转岗到调查员的根本原因。就在这时，圣彼得堡的刑警队长走了过来，他这才知道卓亚被袭的事。原来当时卓亚刚下出租车，紧接着就又有一辆车跟了过来。当他走向海边时，杀手就已然在他身后了。然而出租车司机却并没有在意，还以为是小两口说好去海边搞秘密约会呢。可没几分钟就看见男的一个人出来了，司机出于好奇才去海边，恰好救了卓亚。队长一听都懵了，怎么又冒出来另一个连环杀手了？因此事后，圣彼得堡的警方不希望再与两人继续合作，再加上媒体对卓亚的特别关注，所以局长就将墨菲进行了强制休假。然而这看似一切都混乱不堪的连环杀人案，却在两人的休假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出院的卓亚是幸运的，他受到了朋友的安慰和照顾，而墨菲却对他14岁写下的案情分析来了兴趣。于是那个装着信封的领带终于浮出了水面，这里一共合计有11个信封，而原本鲁斯兰总共邮寄了14条领带。当年卓亚把第1条交给了小镇的警长，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他和警方的 SK 人员合作时，他又拿了1条交给了高级调查员，可对方却反而让他去解决个人的心理恐惧，所以他一气之下烧了第3条。但此后的领带仍没有间断，他便开始将其统统收集了起来，并且自费去做了 DNA 和指纹鉴定，结果仍旧没找到任何线索。可令他毛骨悚然的是，信封里竟还夹杂着一些描绘他被侵犯的素描画。而之所以没有人相信卓亚指认的凶手，是因为鲁斯兰偏偏有不在场的证明，就连警长也和他在同一个搜救队里，甚至自己的父亲都能为他作证。因此他怀疑要么是有2个凶手，要么鲁斯兰在搜寻过程中偷偷溜走，杀人后又若无其事地返了回来。然而这又与如今的圣彼得堡防腐女尸案有何联系？随后墨菲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个鲁斯兰应该是看到了网上卓亚被恶搞的视频，这才又挑起了他压抑已久的变态兴趣。而那个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杀手，应该是另有其人才对吧？也许这一次恰好就是卓亚的直觉出了问题。墨菲一看也不再争辩，随手拿了资料就走出了大门。随后他就驱车赶赴卓亚当年生活的小镇。当他与本地的警长交流之后，这才了解到案件的更多细节。原来经过法医鉴定，女同学的死亡时间是晚上6点到7点之间，而嫌疑人却在图书馆一直待到了下午4点。但女同学的失踪分明是在下午2点了，可警长却认为当时女孩应该是和男朋友约会去了。可她要回家时，却被嫌疑人骗去了一个隐秘的角落，随后就在那里被侵犯和杀害了。墨菲一听就更纳闷了，
怎么这个男朋友竟然没出现在卷宗里？紧接着他又在法医鉴定的日期中发现了端倪，既然是当天发现的尸体，那为什么签署日期却是在被害人死亡的2天之后呢？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然而警长当时却只顾着缉拿凶手，对法医鉴定的流程一无所知。画面一转，莫非又紧急找到了当年的法医，询问对方为什么初步判定的时间是2点，而最后却又将时间改成了晚上6点到7点之间呢？可这个时间嫌疑人恰好在图书馆了，而后内心懦弱的男同学含冤入狱，竟然极端的上吊自杀了。为此其父母要极力证明儿子的清白，所以法医才修改了时间。Да. И вы знали, что у Семена была один? Вы же знаете, в какой стране мы живем. 莫非终于证实了当年卓亚的推断，于是第2天，他又带着一大包好吃的来到卓亚家。原来警方一开始就要将谋杀案归咎于男同学，所以就说服法医修改了死亡时间。看来这次真可能是卓亚犯了个小错误。这个变态的连环杀手就像莫非推测的一样另有其人。随后，两人撕掉了卧室内满墙扰乱思绪的线索，然后直奔圣彼得堡而去。可这个连环杀手将女孩们制作成洋娃娃，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玩吗？可为什么最后又将她们抛弃了呢？一个女孩穿上了约会的礼服，还有个女孩手上还戴着一枚新娘的戒指，就好像凶手在模拟从恋爱到婚姻的整个过程一样。而整个防腐的过程充斥着脏兮兮的血液，然后再将尸体彻底清洗，最后还要换上非常洁净的外衣。可为什么这些衣服都异常诡异的合身呢？那根本就不是因为被害人都很瘦，而必定是凶手带着被害人一起去了商场。Поближе к конечной точке. 此时也正如卓亚推测的一样，杀手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个美丽的猎物，可他早已经厌倦了那些轻浮的年轻女孩，却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独自照顾孩子的单身妈妈。显然杀手也向往着结婚生子。他看着屋内温馨的一家，已经开始幻想着3个洋娃娃在陪他共进晚餐了。然而变态的还不仅如此，他还要将孩子安安静静地放置于床上，并且在一旁母亲的目光注视下，像父亲一样给2个孩子讲瘆人的睡前小故事。如此看来，留给卓雅破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两人问遍了营业时间很晚的所有商场，却仍旧是一无所获。然而山穷水尽疑无路，卓雅竟突然发现模特身上所展示的衣服，居然和其中的一名受害人穿的一模一样。随后在卓亚的提示下，老板娘终于想起还真有个人总盯着模特发呆。接着再进一步查看监控录像，想不到杀手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可遗憾的却是，监控就根本没有拍到他的脸。好在继续追踪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杀手的汽车。很快，莫非就通过同事的图像分析，终于查清了车主的住址。这里是一栋破旧的木板房。然而房主却好像不在家，这时邻居却说房主已经去世2个月了，他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整天酗酒抽烟，还不停咒骂前夫，这偏偏又导致他女儿才13岁就患肺癌去世了。可更没想到的是，当年他竟然说女儿就是病得睡着了，还叮嘱2兄弟别忘了喂饭。如今他的其中一个儿子恨死了母亲改了姓氏，另一个好像做起了水管工的生意，只可惜老人都已经记不清2兄弟的名字了。И звали его Кирилл. точно. 提到这个名字，卓亚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了一个人，那就是3年前那位21岁女死者的未婚夫。由此，卓亚断定母亲的去世恰好是触发杀手行凶的契机。还记得第一位死者闺蜜叙述的疑点吗？ Да, там беда, сырые стены и плесень. Один раз был вообще такой потоп, что просто рисунки по полу плавали. 这刚好说明凶手曾经修理过死者的下水道，并且监控中见到的嫌疑人也恰恰与卓亚的侧写特貌特征完全一致。再加上他又反复听了被害者求助的电话录音，含糊的言语中也在似乎重复着一个单词。当卓亚一个人前去调查时，也恰好发现工厂里确实有几辆面包车。然而还有个疑点并不相符，因为那个未婚夫搬了不太重的货物之后，居然就立马开始腰疼了。那他又是怎么轻松搬运尸体的呢？况且他还已经和死者订了婚，那就仅仅只剩下一种可能。 Другой брат. А что, если его брат тоже сантехник? Кирилл есть работник. Он убил невесту брата. Дождался, когда Кирилла точно не будет дома. 就这样，两人3言2语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随后他们再次找到那个未婚夫。当听说自己的兄弟就是杀妻的凶手时，男人终于绷不住了。 Часто пропускал ваши рыбалки. Почему он не поехал с вами, где он был всю ту неделю, когда пропала Вероника? Вы его вообще видели? Спорю, что он не появлялся целую неделю. Где он, по-вашему, был? 男人已经彻底崩溃了，因为卓亚已经猜到弟弟曾经与他的未婚妻发生过关系，而弟弟又恰好有他家里的钥匙。同时，莫非也在一旁提醒，死者很可能都来源于工厂的客户名单。没想到这个推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而现在弟弟恰好正在外出去拜访客户，于是3人紧急在名单中搜索。这时，一个单身母亲的名字就呈现在他们眼前了。他们猜的没错，此时杀人狂魔已经敲开了客户的房门。就当女人毫无防备的签字时，他在背后凶神恶煞的靠了上来，然后突然就掐住了女人的脖子。没想到女人抄起圆珠笔就扎了过去，却又突然被他一下就摁倒了地板上。女人好不容易挣脱，可刚要抱着儿子逃命，却发现女儿已经控制在杀手的怀里了。另一边，等2人赶来时已经是晚上了。莫非让卓亚守在门口等待警方救援，自己却一个人悄悄爬上了墙。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被绑的2个孩子。
然后他再继续向里面搜寻，他果真见到了正挟持人质的连环杀手。为了拯救女人的性命，莫非也只能按要求乖乖的放下枪了。Успокойся, успокойся. Отбрось пистолет подальше. 尽管莫非一再好言相劝，可杀手却反而情绪激动的不停大喊大叫。就在这时，卓亚竟然在身后悄悄出现了，这下杀手更加激动了。然而接下来的一幕，竟然把身经百战的莫非都看懵了。只见卓亚不停的用温和的语言安抚杀手，又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他竟然当众就脱下了外套，然后说愿意和人质交换位置，并且还会主动跟对方上面包车，还可以用莫非的手铐铐住双手。如果这样诚意还不够的话，他干脆连裤子也直接都给去除了。在卓亚充满挑衅的言语之下，没想到杀手的思路已经被带的又开始幻想了。就在关键时刻，拼了命的卓亚终于放了最后的大招。当莫非用手铐铐住他的双手时，也同时见到了别在他腰间的手枪。И тебе, и мне будет кого любить. Давай уйдем вместе. У нас еще есть время. 就这样，令人谈之色变的连环杀手终于被莫非抓获了，人质也终于安全得救了。卓亚这才松了紧绷的一口气。事后，他竟然通过新闻媒体成了名人，就连他的朋友都有人来找他合影了。而那个大记者又抛来了另一个橄榄枝。Хотел поговорить о книге. Книгу о докторе Зои Фолгиной. И предлагаю вам сделать это вместе. 卓亚与莫非的感情也莫名的暧昧了起来，而局长也正在考虑招募莫非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然而这看似完美的结局，却又再次掀起了那永不停歇的波澜。卓亚又收到了匿名信封，里面装着的依旧是一条旧领带，除此之外，竟然还有一张朋友和鲁斯兰的合影。至此，悬疑惊悚俄剧《恶之心》第1季完结。本剧改编自麦克奥莫所著的《佐伊本特利探案小说系列之永远留在我身边》，感兴趣的小伙伴还可以看看他的其余2本书《黑暗之中》和《透过受害者的眼睛》。若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拍成剧集，小编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精彩解说。如果你喜欢这个颜值和尺度都超级爆表的歌剧，还请朋友们点个小小的关注，主页里还有很多好看的剧集解说，总会有一部会走进你的心里。咱们下一故事再见吧。